台军汉光37号兵棋推演日前落幕。台军称，这次推演全程针对当前各项军事威胁，均采用料敌从宽的想定状况务实推演，以达预期训练目标。这次兵推获得的共识和结论，都将纳入7月份实兵演习重要验证科目。不过，受邀观摩的美方现役军官共同观察认定，此次兵推的场景几乎全是台军空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更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战事，美国去协防台湾会有显著不利的因素。台军史上最长汉光兵推汉光37号兵棋推演上周五落下帷幕。今年的主题为应对解放军所谓武力犯台。根据台湾方面的说法，台军在此次兵棋推演中加入了全民动员和整体作战的构想，演习十分顺利。扮演台军的蓝军最终顺利击败扮演解放军的红军。事实果真如此吗？由美国在台协会联络事务组与安全合作组所邀请的美方现役军官共同观察的结果，认为此次汉光兵棋推演过程过于理想化，战力转移和保存作业不切实际，不具备可行性。汉光37并不是一次有意义的演练，纯属自欺欺人。受邀观摩的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奥克曼内克就表示，假设台海开战，台军战力特别是空军战机将会在解放军第一波冲击后便宣告归零。美方人士认为，在兵棋推演中，台军战机无论起飞还是降落都存在严重问题。开战数分钟之内，自澎湖、台北、台中到台南的台军机场将全部被抹去，指挥作战体系崩盘。在这之后，台军假定己方以美军的速度修复受损机场跑道，防卫部队以雄风21导弹对红军发动反击，以100%拦截率的天宫3防空导弹和尚未研发完毕的天盾防空系统防卫数个主要空军基地，成功争取到喘息时间。在喘息时间内，台军空军战力全面恢复，随后起飞歼灭红军空军，顺利保障后续陆上决战时的制空权。而美方最担心的就是，一旦台军战机无法升空，空中优势由解放军军机所夺，则台军唯一能够使用的战术就是使用防空导弹进行无差别攻击，形成短暂的密集火力网，来确保台湾岛空域成为一个暂时的禁飞区。由于台军的敌我识别系统位于美军连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可以暂时阻滞解放军战机，但是同样也会导致美军战机无法靠近所谓支援。美方观察人士坦陈，台军与美军在作战系统上体系完全不同，无法形成合力共同作战。台湾军方其实基本上有个观念，就是其实台湾跟美国啦、日本啦，并没有任何的这种联合或者共同这个协防或者协作的这样一个条约或协约。一旦的这个汉光那个兵推开始以后，他们并不会设定有任何的外军可以在及时这个驰援。当然，其实他们在状况上会想定外军可能在周边可能会对这个攻击军有一些类似像这个那个区域拒止这样一个可能的这样一个行动。但是整体来讲，他们还是把整体的这个兵棋的这个推演的作为认为就是由台湾的军方要自己去担负这个台澎防卫作战这样的主力。报道指，汉光37演习中设定的战争场景几乎全是台军的空想，即使是美军方面给出的意见，台军也不乐于接受。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在周一接受质询时就称，不要别人讲什么我们就蹦蹦跳跳，表达了对美方干预台军的不满。此次汉光37兵棋推演时间为史上最长，长达8天7夜。一般而言，兵棋推演部分时间长度与实兵演习一致，均为6天5夜。分析认为，岛内对于台海冲突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即要在1周内结束战斗。加上刚刚年初上任的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新官上任3把火，才使得演习时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长度。台湾网络媒体上报的一篇报道称，由于今年有充足时间，若经议题讨论设定开始对抗用兵，经电脑兵棋系统的演算结果是台军惨败，可以进行系统重置，再依此议题攻防一次，但前提是攻击军的进犯模式不变，防卫军可以重新调整部署作战方式，再由电脑兵棋系统演算，以找出攻击军的破绽，找出克敌作战方式。事实上，过去台军汉光兵推就曾发生过多次输了重来的情况。有岛内网友评价
答道：“台湾的兵推真的就是纸上谈兵，完全靠着自己想。台海有战事，美国真的会出兵帮助台湾吗？这一点岛内想得好，美方却没想好。”周二，在英国《金融时报》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发言中似乎拒绝了一项呼吁，即美国应明确表明，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愿意保卫台湾。坎贝尔称，这种做法有显著的不利因素。在坎贝尔看来，美国和中国假如因台湾而爆发冲突，它不太可能被局限在一个小的地理区域内，它会迅速扩大，并将以没有人能预料的方式从根本上摧毁全球经济。坎贝尔在讲话中就指，他相信美国和中国都赞同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维持某种程度的现状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他补充说，重要的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立信任，并确保危机时刻的沟通。